Hello，各位街坊，欢迎锁定本期是是非非脱口秀。今天咱不聊别的，就唠唠2026马年华人新年，去马来西亚哪个州过年才能找回那种挤爆街头、年味冲上天的感觉？别瞎跟风踩坑，听我给你掰扯明白，全是干货，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废话。首先，先澄清一个误区啊，很多人觉得马来西亚华人新年不都一样热闹吗？错，大错特错。咱说句实在的，同样是挂红灯笼舞狮，有的州热闹的能把你挤瘦3斤，有的州冷清的能听到邻居家的狗叫，差距大到离谱。我去年就踩过坑，奔着一个所谓的华人聚集地去，结果到那儿一看，华人商店没几家开门，春联都没贴几张，过年的氛围感还不如我家小区楼下，那叫一个尴尬。后来跟当地华人朋友唠嗑才知道，马来西亚华人虽然遍布各州，但集中度不一样，年味浓淡自然天差地别。2026马年，咱可不能再走冤枉路了。咱今天不玩虚的，不搞什么排名，就实打实说，2026马年华人新年最能拿捏热闹感的，首当其冲就是槟城。没错，就是那个被 CNN 和纽约时报点名2026年最值得到访的大马城市。过年的热闹劲儿直接拉满，比咱国内1线城市的庙会还要疯狂。有人说，槟城的热闹不就是吹出来的？非也非也，咱有凭有据，不忽悠人。今年槟城的庙会都已经迈入第27个年头了，人家能办这么多年，没点真东西能留住人吗？1月份就搞了亮灯仪式，乔治市古迹区整条街全是红彤彤的灯笼，大的小的圆的长的，还有马年专属的生肖灯笼，亮起来的时候那叫一个灯火辉煌，连夜空都染成了红色，拍照都得排队。你想找个没人的角落拍张独照，比登天还难。朋友圈9宫格都装不下，发出去清一色的点赞评论，问你是不是去了灯笼海洋。而且今年庙会搞了个解码之旅，23家宗祠全开放，平时不对外开放的老宗祠，过年期间随便逛，能看到100年前的春联、祭祖的仪式，还有老一辈华人传下来的老物件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更绝的是，打石街千真寺首次加入庙会，你敢信？一边是华人的宗祠文化，一边是穆斯林的宗教建筑，各族同胞凑在一起过年，一起逛庙会吃小吃，这种多元融合的热闹在别的州真见不着，独一份的体验。更绝的是槟城的烟火气，马年新年前1个月，街头的春联档、年饼店就全开张了，椰香混着年饼的甜香，还有沙爹肉串的香气，飘得整条街都是，闻到你口水直流，走不动道。槟城的年饼跟咱国内不一样，有椰丝卷、花生酥，还有当地特色的 Kui， 甜而不腻，越吃越香。很多华人家庭都会提前囤个几十斤，过年招待客人，自己吃。逛年饼店的时候，老板还会热情的给你试吃，不吃到撑都不好意思走。而且槟城人过年仪式感直接拉满，不光有舞狮、人偶戏，还有各种传统工作坊，剪纸、画年画、写春联，连小朋友都能玩得不亦乐乎。大人在旁边看热闹聊家常，那种烟火气才是过年该有的样子。大年初5的庙会更夸张，预计能吸引几10万人，整条古迹区的街道全是人，摩肩接踵，有唱传统戏曲的，有跳本土舞蹈的，还有卖各种特色小吃的，沙爹、乐沙、炒粿条应有尽有，挤在人堆里听着耳边的贺岁歌，嘴里吃着特色小吃，那种热闹劲儿能让你瞬间忘记所有烦恼，沉浸式感受过年的快乐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槟城过年还有抛竿习俗，大年初1到初3，年轻人会在桥上抛竿求姻缘，抛得越高越远，寓意来年桃花运越旺。现场挤满了凑热闹的人，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，连路过的老人都会凑过来帮忙起哄，这份热闹真的太有感染力了。除了槟城，雪兰莪州也不甘示弱，毕竟是吉隆坡所在的州，华人基数大，热闹程度也丝毫不输，而且年轻人更多，热闹中还带着点潮流感。今年雪兰莪州政府搞了个新春庆典，2月7号在蒲种的公园举行，刚好赶上马年新春假期，预计能吸引10万人。人家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，不搞传统的捞生，改成了几百家米聚百家福，派5000份米包，主打一个实在。各族同胞凑在一起捐米送福，场面特别暖心，既有过年的热闹，又有邻里间的温情。而且雪兰莪的市集也超多，Lalaport 的屋顶市集， SSR 的邻里市集，从1月底就开始，一直持续到正月15，卖年货、卖小吃、搞互动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，连 celebrity 都有可能现身。年轻人凑在一起逛市集、拍美照、买特色小物件，热闹又有氛围感。
适合跟朋友家人一起去。雪兰莪还有个特色，就是各大商场会搞马年主题展览，有巨型生肖雕塑、灯光秀，晚上逛商场既能吹空调避热，又能感受年味。逛累了还能吃遍各国美食，主打一个轻松热闹，不像槟城那么拥挤，适合喜欢慢节奏热闹的街坊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吉隆坡作为首都，难道不热闹吗？其实吉隆坡的热闹更多是商场里的热闹，各大商场都会搞新春装饰促销活动。磁场街虽然也挂灯笼搞活动，但总觉得少了点槟城那种街头巷尾的烟火气，而且人挤人的程度也比不上槟城和雪兰莪的庆典。至于其他州，比如柔佛、霹雳，不是说不热闹，只是华人比例没那么高，年味相对淡一些。过年的时候，街头的热闹劲儿大多是华人自己凑起来的，少了那种全民同欢的感觉，适合想安安静静过年的人。要是想找热闹，就别优先选这些地方了，免得又踩坑。咱说句实在的，去马来西亚过华人新年，图的就是那份热闹和烟火气。2026马年，要是想体验最浓的年味，首选槟城，其次是雪兰莪，别再瞎跟风乱选了。去这2个州，保证你玩到不想回家，挤在人堆里，听着贺岁歌，吃着特色小吃，和各族同胞一起迎马年，这种热闹劲儿才是过年该有的样子。而且这2个州的华人都特别热情，你要是问路、问过年的习俗，他们都会耐心跟你说，甚至会邀请你去家里吃年饭，那种亲切感真的特别暖。最后再啰嗦一句，2026马年去马来西亚过年，记得提前订酒店，尤其是槟城，每年过年期间酒店都会被订满，晚了真的会没地方住，到时候只能在街头凑合，那就太惨了。还有，别光顾着看热闹，记得多带点钱。槟城的年饼，雪兰莪的小吃，好吃到让你停不下来，还有各种特色手信，适合买回去送给亲戚朋友。另外，过年期间这2个州的交通会特别堵，尤其是槟城的乔治市、雪兰莪的 SS2 街区，建议大家尽量坐公共交通，或者早点出门，免得堵在路上，错过最热闹的环节。还有一点，记得穿舒服的鞋子，毕竟要走很多路，挤很多人，穿高跟鞋、皮鞋，逛一天下来，脚能疼得抬不起来。别为了好看遭罪。另外提醒大家，槟城的庙会人多，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手机、钱包别乱放。还有当地的小吃虽然好吃，但别一次性吃太多，免得肠胃不舒服，影响过年的心情。可能还有街坊问，除了这2个州，就没有别的热闹地方了吗？说实话，真没有能跟他们比的。我专门问了在马来西亚生活了10几年的华人朋友，他们过年也都是往槟城、雪兰莪跑。用他们的话说，这2个州的年味才是马来西亚华人新年的天花板。2026马年，趁着新年假期，带上家人朋友去槟城逛庙会、吃小吃，去雪兰莪逛市集、沾福气，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华人新年，那种热闹和温情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。好了，本期是是非非脱口秀就到这儿。补充这么多，就是怕大家2026马年去马来西亚过年踩坑，能实实在在找到最热闹的地方，过一个热热闹闹的马年。祝大家2026马年大吉，马到成功！想去马来西亚过年的，都能挤到最热闹的地方，沾一身福气，吃遍当地美食，玩得尽兴，过得开心。谢谢大家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